我看到舅舅从柳仙那儿拿了30两银子，他说是做中间人的好处。他鬼心思多，我真担心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嘿嘿，开饭了。哎呀，姐，开饭了！哎，姐，开饭了！哎呀，知道。娘，来，坐这儿。赶快吃。哎，岳飞，朝廷那个银子拨下来没有？舅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朝廷答应我的事情，早晚会拨下来的。哎，那你也应该到上面去打听打听啊，是不是？探探口风啊！咱们毕竟是给官场办事儿，别最后弄个瞎白忙活，对吧？舅舅，你不会是想动这批银子的脑筋吧？我可告诉你，这官家的银子，谁要是敢动1分1毫，我绝不轻饶他，不管他是谁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面清楚。不是姐，你看看他，他现在还没做多大官呢。你看看，啊，他就对他舅舅这样啊，这将来以后肯定是大义灭亲呐。你小时候我算白疼你了，我可是你亲舅舅啊！就是因为你是我亲舅舅，这30两银子，我替你垫上。以后要是再发生同样的事情，别怪我不分亲疏。岳飞，你是本分人啊，你认死理儿，是吧？你一个人穷死饿死，跟我没关系啊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但是你得想想你的老娘，你老娘都多大岁数了，是不是？她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喝凉水啃树皮吧？别拿我说事儿！你要是再动什么歪脑筋，丢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脸，还有我们岳家人的脸。对，你们都是岳家人，我是外人，行了吧？我是外人，好吧？这饭没法吃了。岳飞，你是自私自利的小人，下面重用你，你家里头肯定有绫罗绸缎。哎，给我吧，我端。你小心烫着。我不怕烫，开门。面来了！啊，面来了，面来了！面来了，面来了！面来了！哎呦，还挺烫啊！这个面是我亲手做的，大家都多吃一点啊！大娘。我先给你盛一碗啊！大娘，来，你尝尝。来，我给你盛面啊！娘，吃吧。我给您吹吹。娘，要不再给您盛一碗吧？不用了，我吃不下。奶奶，我扶您。
饭吧。来，坐。坐。对，进面吧。你没事吧？有些事情不要太勉强自己。你做了什么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你知道，其实除了老夫人，大家都已经原谅你了。你呢，也要站在老夫人的位置替她想一想，毕竟是她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是他心头的一块肉啊，那是该有多痛。不过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只要你有心，能坚持下去，他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我相信你能做到的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在附近办点事儿，听说你们都在这儿，我就过来看看大哥和岳大妈啊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带来了这个。嘿嘿嘿，哎，这酒啊是专门给你带的，很厉害啊，好兄弟。哎呀，看你守着这么大一个荒山野岭，大哥也挺狠心的。你自己很无聊吧？啊？还给你。喂，怎么了？这可是好酒。大哥说过，怕喝酒误事，轮值的将领不让喝酒。改天再喝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不就大哥说了一句话吗？你看你给你吓的，胆儿那么小。哎呀，说不喝就不喝。我可是专门给你买的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哎，算，你不喝算了。我跑了那么远的路给你买的酒，你都不喝。反正荒山野岭就你一个人，怕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哎呀，你不喝，算了，那我一个人喝了它吧。哎呀，这酒啊，我没想到这么香啊，闻起来就好喝呀。不行了，这可不是我父亲不服酒令，这是我肚里的酒虫忍不住了。好酒吧，早叫你喝了，你还不领情。好酒，好。哎，多喝啊，多喝，接着喝。这酒可真是太够劲儿吧？啊，你看，哎，喂。哎呦，疼死我！哎呦，最近怎么了？这老是摔跤。哎呦，哎呦。
大哥呀！大哥，开门呐！大哥，开门呐！大哥，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大哥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大哥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这张勇他。张勇，你醒醒啊！张勇。让开！大哥，这蛇毒得很，你可千万别往下咽啊！大哥，张勇醒了，给他包上。父亲，你明知故犯，违反了我岳家军的禁酒令，拉下去给我打100军棍。是。大哥，张勇，你财迷心窍，屡教不改，论罪当诛。你们2个把他送到衙门去吧。大哥，大哥，送到县衙可是要杀头的。大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再多打我100棍，饶了他吧。带走。大哥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你原谅我吧。我承认，我张勇是财迷心窍，贪生怕死。但是，这回我豁出去了，我愿意从军，我死也要死在战场上。你原谅我吧，大哥。张勇，你可得摸摸良心啊！大哥亲口为你吸了蛇毒，要是口不应心呐，我可放不过你。我知道。岳大哥，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岳大哥。张勇，我这地方太小了，容不下你。张宪，在。你把他送到宗老将军那儿，留不留的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泗水从古至今都是个军事要地，这在楚汉战争之中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这次由于宗泽的士兵比较强悍，所以我们在泗水的战争中没有占到任何便宜。没想到宋朝还有如此猛将。司太子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宗泽也不能说他是一个什么猛将，他只不过是一介书生，也不懂得什么兵法，但是他的义勇却是天下闻名的。怎么说？当年在河西有一个巨寇，叫王善，他拥兵70余万，号称要踏平汴京。当时赵构急得眼睛都红了，
没想到，这个宗泽竟然单枪匹马地去招安。他问这个王善：“你到底是想名垂青史，还是想遗臭万年？”不曾想，这个王善竟然真的是卸甲70万，成了义军。这个故事已经在民间有所流传了。如此人才得之，岂不可以助我大计一臂之力？但想必这宗泽大元帅在宋朝也颇受器重吧？四太子深明大义，求贤若渴。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，只说对了一半。军师不妨直言。宗泽，在赵构的眼里，是一个不得不用，又不敢用的难题呀。真有此事？宗泽一方面招贤纳寇，另一方面，他是提拔年轻将领，所以他的声望越来越高。老百姓对他非常爱戴，你知道，老百姓越是爱戴他，所以他就成了赵构的心头之患。看来还是个不通仕途、不懂变通的耿直之人呐。四太子真是英明啊！所以在下认为，不懂得变通的人，降了也是没有用。即便是他降了，我们都不能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。说得对，斩草除根，免留后患。臣下正有此意。在此时刻，宗泽派了一员大将岳飞守在了皇陵。如果皇陵现在有任何事情，岳飞的兵力将受到钳制，那么宗泽整个的势力也会被削弱。其实皇陵为虚，坐城为实。我认为现在正是我们全面进攻坐城的大好时机。可是泗水乃皇陵一道屏障，我们如何能够破泗水，攻皇陵？四太子请放心，我们只要放出一个小小的消息，就说在皇陵里面藏满了金银财宝，自然会有人替我们去趟这道浑水。军师指的是曹成？正是，此人贪财好色，正好为我们所用。好，擒贼擒王，我们不仅要得坐城，还要让这位宗爷爷有来无回。你大白天的一句话不说，你想吓死人啊！舅舅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呀？去，少干闲事儿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看什么看？走啊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给我！这是皇陵的东西。小点声！舅舅，你偷皇陵的东西！别喊！哎呀，舅舅，我哎呀，别喊！你偷皇陵的东西，放开我！起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啊！我没事啊。小慧，怎么了？他偷了皇陵的东西。不是你胡说！没有。没有。这是什么呀？不，你胆子够大的啊！我不知道啊！回来！回来！干什么去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等见了岳大哥，你就知道干什么了。走！不是我走！不去啊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给我做成什么事儿了？你们这么对待我啊！干什么你们？怎么回事？姚管舅舅偷了皇陵的东西。哎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他血口喷人，什么皇陵的东西，我根本就没下去过，我偷什么呀？我偷啊！小慧，这就是他偷的东西，都在这儿呢。
外甥，你可别听他们的，他们在诬陷我。刚才啊，他们俩在私通呢，他被我发现了，结果他们就诬陷我，真的。啊，姐，你可给我做主啊！你还我一个清白啊！人赃俱在，你还想赖？不是，姐，我就想做个赌本，我以后还上还不行吗？你看着办吧，不用顾我的情面。哎，姐，你不能走啊，姐！来人，走！爹娘没的时候，你答应好好照顾我的，姐啊！拉出去军法处置。不行吗？我改了，姐，你救我呀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姐，你救我呀！姐，你救我呀！我再也不敢了，你救我呀！我再也不敢了，姐，救我呀！救命啊！不敢了！姐啊，救我呀！姐！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救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！再也不敢了！娘，你这怎么样了？我派人看着呢，王贵他们手下自有分寸，您放心吧。我就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一直以来他闯了祸，我帮他扛着挡着。其实啊，不怪他，怪我吧。我这个当姐姐的没有管教好他。娘，这次就当是给舅舅一个教训吧。我知道烂泥扶不上墙，别无所求，希望他平平安安的，少惹点祸，我就对得起列祖列宗了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大哥，舅舅下山了。什么时候走啊？不知道，兄弟们说他去上了趟茅房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去找了没有？找了，四处都找遍了，可是就不见他的身影。说来也奇怪，他刚受了伤，怎么会跑得那么快？一定是山下有什么事，他放不下，心里边惦记着。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去派人把他给我找回来。我担心，朝廷公证款的银子马上就下来了，一旦他放出风声，就会惹出大麻烦。不会的，大哥，舅舅不会糊涂到这种程度的。会。你拨出一个小分队去找舅舅，其余的迅速上山，全面包围皇陵，以防敌人突袭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去皇陵的路本来很短，但因为近日雨水多，山势滚塌，被一块巨石挡住了去路，我们只能绕行过去了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快去吧。是，走。报告将军，据骑兵回报，有一支金军队伍正在日夜兼程向北行走。你看清楚是金贼了吗？回元帅，看清了，是金贼。去吧。总帅，岳飞刚刚拿下泗水关，金兵怎么会这么快就绕道而行，直去北上啊？金兵狡猾，诡计多端，不能不防啊。如果我和他们同时出发，什么时候能赶到座城？估计1天便到。传我的命令，把所有剩余的粮食全部下锅，让弟兄们吃饱喝足了，赶往座城。可是我们的援军还没有到，岳飞那支部队又在皇陵，我们人手不够，我怕万一……真正打起仗来，座城的老百姓可和你赌不了这个万一啊。宗帅说的是。
要不要派人去找岳飞前来支援？暂时不要，我怕这些金贼啊，是声东击西呀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。什么事？说吧。张用呢前来投军，说是岳飞引荐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这件事你来安排就是了，给他一次机会。既然如此，我去做便是了。哎，对了，岳飞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据张用说，一切都好，就是岳飞筹建的凌烟阁，自己倒贴了不少银两。这些天呢，这个银子就要到了，一路上一定要小心，这条路上的贼寇可是不少啊。呸！臭小子，啊，还敢打你舅舅？你不就当几天官吗？眼里还没谁了，没人了你还，啊？岳飞呀，哼！你以为我离了你我就活不了啊？啊？呸！岳飞，我还告诉你，我离了你，我照样吃香的，我喝辣的。小时候我还白把你撒尿，我后悔呀我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带走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岳飞是我舅舅，啊不是，我是岳飞舅舅。哎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岳飞可饶不了你们！找的就是你！大王，跪下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你叫摇滚？对，我叫摇滚。你可知道岳飞？我知道，他是我外甥。哦。你抓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没得罪您啊，大王。我现在问你，一样要如实回答。啊！如果有一样说错了，就要你的命！啊！不敢。岳飞现在在哪里？巩县黄陵。可知道去的路？大王，我不但知道，我还知道一条捷径。好，现在出发，带他走。不能啊！不能去啊，大王！我刚从那儿出来，我要去的话，岳飞他饶不了我呀。今天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不然现在我就剥了你的皮喂狗吃。别！大王，走！废什么话？好吧。
大帅，宋朝的士兵都是些绣花枕头一包草，我们大金的铁浮屠一进了座城，就把那些宋人吓得是屁滚尿流。四太子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曹成已经捉到了岳飞的舅舅，现在正在赶往守陵村。岳飞一家老小都在那里。今天晚上3更，最晚明天早上，他们就可以上山了。如果在这个时候，宗泽来到座城，那岳飞是无暇顾及的。只要岳飞知道他的妻儿老小都出了意外，我看他还有没有心思和我们周旋。哼，到时候宗泽就成了瓮中之鳖，要他的命易如反掌。四太子所言极是，用兵之道就在于以柔克刚，以弱示强。再加上今天四太子这招声东击西，那宗泽的命数也就尽了。元帅，不过我们的部队已经进了座城，却还未见到宗泽的影子，他是不是吓得不敢来了呀？他一定会来的。等他来了，我们再拿下座城。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位宗爷爷。报！老帅，不用去了，座城已经失守了。怎么办？我们要回去吗？回？往哪回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座城丢了，大宋的江山不能丢，一定要把座城给我夺回来。铁浮屠太凶猛了，老帅千万不能再去了。咱们一定要救座城。你去，到巩县把岳飞给我找回来，让他到座城跟我会合。是。就。张佑，在。黄陵的路你比较熟悉，朝廷的援军到现在还没有来，你马上去通知岳飞前来座城支援。是。你这画的是谁啊？我爹啊！哎，你们看像不像？你爹鼻子哪有那么大呀？眼睛也没这么小，跟绿豆似的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像的，是吧，月莲？反正比我好。来，我教你，蘸点墨，添一添啊。娘，我俩都画了1天了，让我们出去玩会儿吧。是啊，娘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就知道你们2个心思野，一整天只想要出去玩。快去快回啊！好，当心点儿，别跑。等我。好，照顾好弟弟啊。当心啊！月莲，快点儿！啊！好。小心着点儿。啊。咦？伸手，哥哥，拉我！
慢点。没事。哥哥慢点，等等我。能爬上那鸟窝吗？恐怕不行。胆小鬼！你放吧。嗯。哥哥，你慢点，要不让我来放吧？不行，笨手笨脚的，到时候把小鸟给弄伤了。不会的，我会很小心的。那也不行，爹都说了，他不在的时候，你必须得听我的。我才不！嘘。歇会儿吧，水也没了，走不动了。歇会儿。咱哥俩是一路被那岳飞追着跑啊，从张超到武功山，结果眼下又投靠了曹成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清闲下来，回家娶个媳妇儿啊？啥？娶媳妇儿？哎呦！这年头，咱兄弟俩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娶媳妇儿，在这打个盹儿，我看挺好的。你还打盹儿？老大说了，要马不停蹄的去探路，然后马上回去汇报。要是让岳飞的家小跑了，老大饶不了你的狗命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啰里吧嗦的。咋又撒泡尿？憋死我！哎，说奇怪啊，这姚衮不是岳飞的亲舅舅吗？对啊，舅公。哎，他怎么连山贼都不如啊？自家人都出卖，这你就不懂了，那叫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风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望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浮名袍，壮志愁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，尽问沧桑。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北风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山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无悔一场，岂止泪湿柔肠。唱歌一曲，日暮天涯又相望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，剑问沧桑。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北风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山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无悔一场，岂止泪湿柔肠。尽忠一生。